這裡可以發現，當我們疊加了3個印記之後，你的2技能就会打。2技能的子弹会发射的更加的多。对。然后同时1技能也添加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减速啊，非常微量的一个减速，并且是可以叠加的。这样也可以拉扯了。看到。对，但是同时，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是它本身的一个首次2技能的首次控制效果是获得了一个降低。它本来可能一次能控别人1/2秒，那现在我们是调整到了1/3。首次控制，那第2次呢？第2次控制时间是不变的。它在幻境外面对群体，作为一个法师，我的群体的一个输出能力会得到一个提升。控制能力的一个下降，它对于对抗方那种一顿一顿的体验会得到一些缓解吧，只能说对，因为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去拔掉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也是海月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效果。这里面的一个改动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是的。我看它好像护盾变成护盾了。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连接的过程中就直接变成了一个非常厚的一个护盾。当然以前的减伤也不低啊，以前的减伤也是非常厚的。大招现在的那个大招期间的3技能，现在可以自己选位置去位移，并且你撞到墙，可以去穿到对面去。我们希望，这一次调整之后，大家可以更加精准和灵活的去操控这个位移，它到底要落在什么位置，然后控一点，全部交给玩家来把控。然后因此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小调整。还有一个无边界的任意门，我看在2个边界可以穿。对，这个特别帅哈。是的，因为这个是海月的自身的一个幻境嘛，那它应该不会有一个撞墙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因为这是它自身的一个领域，所以我其实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穿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表达。幻境里面的1技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它可以去反弹。它这个反弹次数怎么算呢？反弹是命中了1次就消失，命中了之后就消失掉。但是如果没命中，它会一直在里面弹。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变态了？就是一定要命中，是不是？对，一定要命中。但那这里的话，其實我們彈射的傷害都會少很多。然後另外的話，它也可以彈到自己，彈到自己會回復一個小額的一個血量。就是如果彈的這個次數越多，可能傷害會衰減，是這個意思。但是第一下會傷害比較高。對對對，第一下的傷害跟以前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後只是說它彈射的那一下傷害會變小。然後另外一個點的話，就是大家一開始就注意到了，就是我們拉人的時候，現在直接換成了一個盾。但是這個盾其實以前的減傷效果就移除了，然後換成了一個跟大招裡面統一的一個盾，也就是說以後就是大招內外是共用一個盾。但是大家會發現這個盾值還是得到一些提升。以前海月在低血量的時候拉人，其實還是會死。對。然後現在的話這個盾在低血量的保護會強一點，但是在高血量的保護會更加的，其實會弱一點。所以我們這裡還有一個調整啊，海月它之前其實有一個我們沒有寫在描述裡面的機制，就是它進入幻境的時候，它的能量一定會充滿。然後這一次的話，我們是進行了一個把這個機制進行了一個收縮，但是換來的是它在幻境裡面的這些技能的一個強化，然後以及冷卻速度可能會更加的快。對，就是我如果拉人進去還剩一段，它進去也會只剩一段。對，也會只剩一段，但是你在裡面的回復速度還有這些技能效果的強化都會給到大家。是的。然後我們也是希望把更多的一些能力下放到大盤。對，讓大家都能輕鬆的去體會到海月在幻境裡面的這些能力和樂趣。我還是比較滿意的，但是我是中路玩家，我比較貪。比較貪。我想問一下，就是海月，比如說出幻境之後的可能生存能力比較弱，會不會蹲落點？對。這個的話，我們這一次調整其實是沒有去做那裡的，因為我們會覺得。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戰術博弈嘛，然後在落地之後，我們還會有非常強大的一些保護能力，甚至位移或者是不可選中啊這種機制，然後就會把這個英雄做的就是伴侶就無法就是反制性會變得更加的差一點，然後我們整體這一次的調整思路其實是想去像剛才說的，把對抗性的一個體驗讓對抗方的體驗更好，然後讓自己的體驗也更好。我們是想做這種雙贏的做法，所以這次我們是前面進行了一個調整。沒關係，我已經非常知足了。夢就做到這裡好嗎？不做無法實現的夢。